掐比当时还小小的。困った時はお星様にお願い。いなくならないお父さん、おいしい給食。后来再也不相信星星许愿了。我觉得需要一些陪伴吧，真正的爱的存在，不论是父母的、掐比的，或者是朋友、同学的。だからマリナちゃんをハッピーにするため地球に戻ったのに、久世静香のハッピーじゃないんだっぴ。何言ってるかわかんねえよ。異常に要領を得ないなお前。だから静香ちゃん探しに行こうっぴ。目が覚めたらいなくなってて。東くんは？僕は行けないよ。え？行けないんだ。僕他要去少管所了吗？僕はもう久世さんには会えない。お前と会うのもこれで最後だ。ピー？今いろいろ大変なんだよ。お母さんショックで寝込んじゃってさ。お父さんが戻ってきてくれてるけど、病院どうなるかも分かんないし。これ以上他妈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兄弟俩身上。今日はすぐ帰るよ。お前にこれを。東くん、なんでそんなこと言うんだっぴ。哦，这个眼睛。嫌だっぴ。行かないでほしいっぴ。对他还是什么都不懂。僕はどうして今でも静香ちゃんに笑ってほしいんだっぴか。もうわかんないっぴ。静香ちゃんは悪いこと痛いことするし、マリナちゃんを悲しませて、でも優しくてパンをくれて一緒に遊ぶと楽しくて。莫莉奈最开始没给他面包，小静倒是给了呢。なんで悪い子なのになんでいい子なのか。就是很多事情很复杂的。そりゃそうだろ。そりゃいいとこも悪いとこもあるだろ。そんなこともわからないのかこのタコ。お前だってバカじゃん。久世さんだってあんまり宿題やってこないし、僕だって。哦，哦，像星星一样的。他们本来就应该像这样开心的上学啊。って言いに来たんだ。これお前の道具なんだろ。勝手に持ってって悪かった。返す。一緒に過ごせて楽しかった。でもやっぱ僕じゃダメだったな。独りよがりで久世さんを助けようとして結局何もできなかった。きっと助けてあげようなんて思うのが違ったんだ。僕はそれしかできなかったけど。東くん、もう行かなきゃ。今日も一瞬だけって泣き出してきたんだ。待ってっぴ。なんか目のやつ前と違うっぴね。人間は大きくなると目のやつ形が変わるんだっぴか。買ってくれたんだよ、最後のバイト代で。最後的打工薪バイトク水。ビになったから。哥哥。哦不。純也、大学行けないかもしれない。啊。東くん。なあタコ、一つだけ。ハッピー星にはさ、時間巻き戻せる道具あんだろ。ピー？
もしも次の僕に会うことあったら言ってやってくれよ。兄貴と喧嘩でもしてみろって。バイバイタコピー。这都过去好久了。哦，是他的道具。したら保健所の人が悲しむっぴ。人を傷つけるようなことしちゃダメっぴ。そんなことしずかちゃんにしてほしくないっぴ。僕もとっても悲しいっぴ。しずかちゃんもそんなんじゃ悲しいっぴ。こんなに長い間一人で大変なの知ってる。他一直都独自一人啊。じゃあどうすればよかったの？知らない人みたいな顔で私のこと見てたお父さん、どうすればよかったの？不是东西。私だけのお父さんじゃなくなってたらどうすればよかった？一人で船に乗っちゃダメって言われたらどうすればよかったの？大人なんていないのに。ママが帰ってこなくなった時はどうすればよかった？ノートがなくなったらどうすればよかったの？臭いって言われてもどこが臭いの？ママ教えてくれなかったじゃんねえ。パパと好きな時に会えなくなった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の？授業参観誰も来なくなった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の？チャッピーの声がうるさいってみんなに怒られたら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お家の人呼んでってお家に誰もいなかったら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ねえ、こういうこと誰に言えばよかったの？没有人陪在他身边。私のことなんて見てなかったじゃん。ねえ、全部一体どうすればよかったってお前言ってんだよ。わかんないっぴ。ごめんしずかちゃん、僕には難しくてわかんないっぴ。叫んなよ。なんだよそれ。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じゃん。触んなよ。ハッピー握手だっぴ。他真的没有试图理解他。哦，真的很孤单，但是。しずかちゃん、そんなこと言ったってもうパパ戻ってこないじゃん。ピー。ママは私のことも好きじゃないじゃん。しずかちゃん、チャッピーも戻らないじゃん。もう全部ダメなんじゃん。しずかちゃん。ごめんね、しずかちゃん。但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呀，那这种怎么办呀？哦，像以前的恰比一样。哦，好细心的东啊，也没有忘了给他口屁一个面包。静香ちゃんと二人でずっと一緒にいられて、それで、それでね、実は静香ちゃんに見せたいとっておきの道具があるんだっぴ。才拿出来。ハッピーカメラ。これで写真を撮ってカメラに読み込ませると、之前撮った瞬間に戻ることがで之前きるんだ。都已经给他了。今は壊れちゃってもう動かないっぴけど、でもね静香ちゃん、実は思い出してたんだっぴ。一つだけ僕だから君にしてあげられること。待って、僕のハッピー力。待って、要用尽他的能力。すれば。哦，是因为他之前不记得了。这好像就好像恰比第二次离开他一样了。君はものすごい笑顔にしてみせるっぴ。一緒にいられて幸せだったっぴ。でも静香ちゃんは笑えないのはやっぱりダメだっぴから。笑える、私笑えるから。哦天哪！僕の大切な君へ、本当に欲しいものが手に入るように。静香ちゃん、ありがとう。就像开头说的，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ありがとう、仲良くしてくれて。あの時パンを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静香ちゃん。さよなら。きっと君が。待って、タコピー。啊！但是还能记得他狗屁，完全消失了。あれ、なんだっけ。啊！加比也还在。他第一集说的那些话哦。他怎么记得？
哦，还真的跟他吵架了。星空被撕裂了。哦，一起来玩 PS4 吧。哦，但是他没有对他的双眼皮心动嘞。君はいつも一人だった。そして这不又重演了吗？君も同じだった。いい加減にしろよ寄生虫。お前がいるからママは毎日泣いて、パパは毎日怒って。全部お前のせいだ。全部返してよ、あの頃のパパとママを。私の家族を。啊，ごめんね。マリナちゃん。何それ？是第一个时间线的那种感觉吗？なんか適当なやつ。Takopi 也想对莫莉奈说对不起。気持ち悪い。壊滅的にバカっぽい。何もできなそう。ゴミクソって感じ。でも何かしそう。哦，等于说他们还是有一些印象。ついてきそう。それでさ、ずーっと話しかけてくる。他俩就这就絶対帰んないの。バカなのに。何もしてくれないのに喋ってばっかで。だってお話がハッピーを生む。重在沟通嘛。それが一番大切なこと。啊？何泣いてんのお前。キモ。マリナちゃんこそ。なんだよこれ。わかんないよ。啊？僕が忘れてしまっていた一番大切な約束。ごめんね妈妈。没有好好沟通就还打了他妈妈呢。但是他俩这段这个哭这个。ありがとう。バイバイ。何見てんだよ。なんでもない。嗯，所以他们俩这就算和解了吗？啊？结束啦？异地真的好好听。等于说是 Takopi 让他们三个人都不再孤单了，各自有各自的伴儿了。这就是解决方法，也不算解决了吧，就是他能做到的最好的最大的努力，为了他们的幸福，然后让他们好好的长大成人。而他们这个制作 staff 的名单也是这样，不知道有点像
像流星一般吧。哦，真的是。等于说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沟通了一下，这算就和解了吗？哦，加币，哦，他们长大了。だからさ、うち今日ママやばそうだからケーキ買って帰る。マリナちゃんのママいつもやばいじゃん。变成誰のせいだと思ってんのよ。好朋友お啊。前んちよりはマシ。私アイシャドウ買いたい。聞けよ。待って、これなんかに似てない？なんだっけ？土星ウサギのボールペンって何啊，知るかよ。他们俩因为就是原生家庭很相似的这种苦难，可以互相的倾诉和分享了，因为他们非常能理解彼此的这种境遇，是这种意思吗？我觉得就是前面的这个情绪酝酿的还是很满很顶的，但是自从中间他们看到那个笔记，然后开始这种对视，然后好像想起 Takopi， 然后呢开始哭，开始我就觉得我的这个情绪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那个落脚点在哪儿，以至于说他这个结尾处的情绪，我觉得就是转变的有些生硬吧。不管是莫莉奈的这个疤呀，还是就是他们还在吐槽自己的这个家庭的问题，就其实什么事情也都没有真正的解决。就是他们的这个曾经的残留的问题，只是没有让他们再继续这个恶的循环了，等于说是把这种就是继续去让无辜的人变得不再无辜这一点给断掉了，源于就是 Takopi 的力量，最后让他们得以沟通了。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俩都知道 Takopi 的存在吧，包括他们相似这种就是遭遇和这种家庭的环境，所以他们反而能够互相的这种彼此搀扶，互相的理解起来了，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结局吧。这么说的话，其实 OP 也算预示了这一点。虽然我个人还是有一些遗憾，就是最后的这个处理，本来我可能会期待看到一些就是所谓的也不是说解决方法吧，就是比如说前面一直有在着重提到的这种原生家庭啊、霸凌啊，包括一些社会性、结构性的问题，其实这些非常尖锐的事情最终是无法解决吧，虽然本身也很难解决，尤其是靠一个个体或几个个体的力量更无法真正就是去解决，但是这一点就更加的无力了。就像小静在这一集就是中间前面的时候不断的说到，那我能怎么办呢？那他还能怎样呢？就是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无力的一点，而且我觉得这个更加无力的在于就是现实生活中甚至都没有像 Takopi 一样，如果 Takopi 从一开始也不存在的话，那莫莉娜也一样去霸凌小静，小静可能还是自杀，可能自杀未遂，可能就自杀就成功了。虽然在这个故事中的莫莉奈和小静算是和解了吧，但是那未来出现的别的被霸凌者，其他就是受到这种原生家庭痛苦的受害者想去伤害另外一个受害者的时候，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虽然我对这方面的处理是有一些小失落，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地方算是我能理解并且比较喜欢的吧。就像我之前视频也有提到的，当我们真正去面对一些无法解开的苦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该如何继续呢？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结尾多少也有就是提示到一些吧，就是不能去断掉阻拦掉这个沟通的这条渠道，这个确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在东他的这条故事线上也早有体现嘛，比如说他让 Takopi 告诉曾经的自己要记得跟哥哥吵个架嘛，不管是通过吵架或者说是比较平和的这种沟通方式，就是首先不能去切断这个沟通的桥梁，学会了沟通其实就是谅解的第一步吧。有时候去继续下去这个生命的一个方法可能就是去接纳去依靠，但是我觉得这其实还是非常的无力，但是又很真实。莫莉奈和小静其实相当于最后也不能说就完全简单的说是和解了或者怎样，只是他们不再是单纯的被这种仇恨痛苦所驱使的这种孩子们了，他们主动的去沟通去拥抱了彼此吧。毕竟他们其实在彼此眼中看到的都是就是另外一个同样很挣扎的自己。
我觉得这个也是随着他们升入高中之后，他们其实都在经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第二次的成长吧。小静她也是从一开始就是在想嘛，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她其实就是需要这份陪伴，就像恰比对她如此的重要一样。我觉得这种成长真的是非常的残酷且现实。并非是因为以前很多让自己遭受苦难的事情得到解决了，而是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与之共存的感觉吧。更多的也是看自己怎么能自愈自我调节，而真正的责任方那些家庭出轨的父亲家暴的母亲，学校社会好像都不用付出什么代价。问题的源头还仍然存在嘛？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问题到底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得以改善呢？有时候我都觉得就是在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什么变化。当然我是比较悲观的，但是我看到孩子们在经历这些，我真的会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完蛋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们本身就没有义务去解决去自愈这些本就是这些家庭和这个社会所造成的一些苦难，停止仇恨的这个循环，并且能找到自己非常在乎的能够陪伴彼此的这个人的存在。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孩子们他们唯一能做到的这种努力了。这并不是一个足够好的方案或怎样，但却是在这种当前的条件和环境下他们能做出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吧。可能大家都无法真正的消除恶，而且有时候当一个人一个个体他受到的这种恶足够大的时候，你又真的能指望他去放下仇恨去拥抱善意吗？只是这些孩子们选择了不再去做这种恶的传播者了。但是我觉得这部剧也一直在提醒我们，不能让这些孩子们，不能让他们孤立无援吧。最重要的就是这种陪伴和沟通。当然了，我也会很好奇，在这个最后的时间线，比如说莫莉奈她跟小静道歉了吗？她有做出什么补偿或者是她应有的惩罚吗？当然还有就是像比如莫莉奈她跟她的妈妈交流了吗？沟通了吗？如果能看到最终他们能够多少去摆脱，一起共筑彼此，就是去摆脱这种原生家庭的阴影，成长为不再孤独的大人。我觉得这部剧可能更多就是想强调这种人性的成长、善意和和解的这种可能性吧。我对这个整个的结局部分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复杂的心态，但是我还是多少能理解作者的这个意图吧。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他只能这么去写了，好的结局应该不会是什么要去以谁的死去赎罪或怎样吧。只是我觉得他在提出一个可行的这种和解的道路的同时，我也感到深深的这种无力和一种虚无吧。我个人果然还是最喜欢东和他哥哥的那一集，真的是触及到我的灵魂了。这部剧的整个制作水准，我觉得就也不需要我再多说了。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就是看这么戳心虐心的故事，也依旧点进来了。那这视频要结束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